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博弈和迷局啊，今天这个议题会比较有专业性啊，我尽量的多解释啊，少说太多的概念啊，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提问，好吗？那么，但是这个问题很重要啊，很重要。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战略资产。那么，这个战略资产起到的什么作用呢？起到的这个定海神针的作用，或者叫压舱石。什么叫压舱石？就是以前的这个帆船啊，帆船它要有一定的吃水，这个船才不会翻掉，因为它有很大的帆啊，它必须有石头压在舱底，船不会翻。外汇储备大概也是一个这样的效应，就是当你有大量的资金进出的时候啊，外汇储备的作用是什么？外汇储备的作用是它承担一个中央银行的最后的汇兑责任啊，什么意思呢？我举一个例子，外商到中国去投资，他拿10亿美元到了中国申请这个投资项目啊，最后投资项目批下来，他的钱不能够直接在中国用外汇，他必须把这10亿美元换成人民币才进行投资啊。那么当他把钱汇到他的资本账号，然后去外管局申请批准受贿，把这个外汇出售给商业银行，他拿到一张水票，这个水票就是他下一次把他所赚到的钱换成人民币的凭证啊，也就是说他这个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外汇管制，也就是说人民银行有无限的责任，就是把他在中国获得的所有的人民币换成外汇汇走，这就是一个承诺，这叫汇兑责任。人民银行有最终的汇兑责任，这个责任用什么来承担？就是用外汇储备来承担，就是外汇储备是汇兑责任的最后的保障。如果一个国家它没有外汇去完成这个汇兑责任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它的汇率，它的本币的汇率会一泻千里，因为大家都会跑掉，大家都要往外跑。当大家都要往外跑的时候，那你想一下，都在等于在外汇市场都在抛售本币，这个换取外汇的时候，那本币的汇率就没法看了。这就是外汇储备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外汇储备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战略性资产啊，这是第一条啊。我们讲一讲外汇储，所以我们今天讲外汇储备啊。那么为什么要讲？因为人民银行公布了最新的外汇数据啊。外汇数据是什么？外汇数据，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啊，到2020年6月末，外汇储备余额31123亿美元，比去年年底啊上升了44亿美元。那么其中啊6月份外汇储备余额增加了106亿美元，那么是连续3个月的回升啊，这是一个数字啊，一个数字。这个数字说明什么？这个数字说明这个外汇储备是资金流入流出的一个结果啊。那么如果你外汇储备增加啊，它第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什么？第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汇率啊，由于汇率的波动啊，那么你汇率的波动，你持有的这个汇率的篮子啊，外汇储备它不会是一种货币，它是若干种货币。那么不管这个它持有的构成是怎样，外汇市场汇率的波动，各种货币的汇率波动
会对它的资产净值会造成影响。为什么？因为它只用美元计算啊，它最后都要全部换成美元。那么如果当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部分是美元啊，大部分是美元，它通常会根据它的需要，比如说它的贸易啊等等各种需要来调整它的比例啊，它这个比例是动态的啊。那么汇率最终在比如说6月底6月31号咔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元汇率多少，其他汇率多少，它根据这个汇率的资产最后算成一个总账。那么就算是它外汇储备完全没有变动，随着汇率的变化或者是资产价格的变化，你比如说它持有国债，国债的价格变化，它对它的资产都会产生影响。所以首先外汇储备的变动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外汇资产价格的变化。它有可能就整个的没进没出，没变化，外汇储备完全没变化，但是它的外汇储备的余额可能会增加，也可能会减少，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外汇储备是什么？外汇储备也是叫国际收支的结果啊。什么叫国际收支的结果？就是一个国家它会有资金流入，也会有资金流出，资金流入流出最后反映在哪里？只有中国是这样，其他国家不是这样的啊。最终会反映在外汇储备上，这跟什么有关系？跟人民币汇率机制有关系。我们回头再说啊。就是说，如果它外汇资金流进的多啊，那么资金流出的少，那么最终在外汇储备上会出现什么？出现增加值。那么如果资金流出的多，资金流入的少，外汇储备会减少。为什么？因为中国是结售汇制，就是所有的资金进入中国的时候要换成人民币，所有的资金出去当然换成外汇啊。那么实际上它最终资金进出都会结售汇，当它结售汇的时候，就会在外汇市场形成什么？买方跟卖方。这个买方跟卖方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就会反映在外汇储备上，因为它的结余就会跑到外汇储备上去啊。那么现在你可以看6月份外汇储备增加了106亿美元，是不是说明中国的资金流入多呢？不一定。为什么？因为有可能它的资产价格上升啊，这里面就外汇管理局没有讲啊，没有讲呢，通常他没有讲的情况可能就跟这没关系啊，他希望让你自己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他通常想让你得出这个结论，通常就不是那样啊，通常就不是那样啊。这是第一个数字啊。第二个数字，美国财政部啊公布了5月份美国持有美债的规模，从4月份的10700亿增加到10800亿啊。那么中国是持有美债第二多的国家啊。那么日本第一，12660亿啊，它从12660亿降到12600亿啊，12000等于是减了600亿啊。那么然后呢，整个的美国的国债市场当中啊，外国投资人持有的美国的国债的总额是多少？277000亿啊，5月份减少了1765亿。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数字？就是让大家知道1万亿美元对于美国的国债市场来说是什么概念啊？是什么概念？就是所有的当然持有美债大部分是这个作为外汇储备来是发生的，外国的机构啊，当然也有投资机构，但是跟外汇储备相比，那就凤毛麟角啊。那么
5月份总共全世界的投资者跑到美国去买了多少国债？27万7千亿啊，27万7千亿。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中国是1万亿，27.1%，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概念啊，大家这个概念。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数字啊？讲这数字的原因是，大家要明白一点，外汇储备第一个必须以外汇的形式存在啊。为什么？因为它有汇兑责任，它必须握的是外汇。如果握着人民币的话，他自己也要去换外汇，怎么去承担这个责任呢？所以外汇储备第一个必须是外汇的形式存在，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好，它以外汇的形式存在，就不能放在国内，必须放在国外。为什么？因为放在国内你没办法获得回报，因为持有外汇的是谁？持有外汇储备的是人民银行。人民银行有个部门，这个部门叫外汇管理局。外汇管理局制定外汇政策，但它主要的是持有人民银行的这个外汇储备，管理它啊，持有还去管理它。那它必须放在海外。为什么放在海外？去挣钱，放在国内没办法挣钱啊，所以放在海外，这第一个。第二个，外汇的形式存在，所以放在海外它要有回报啊，而且风险要比较低，风险又要比较低，又要有回报，而且还要有流动性，因为我握的一大笔钱，这一大笔钱非常多的钱。你想一下，外汇储备，中国有3万亿的外汇储备，这是很多很多的钱。你跑到那个市场上去，如果这个市场太小的话，你根本进去了就出不来，你必须出得来。那么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只有美国国债市场。但你想一下，外国的投资者持有27.7万亿的美国的国债，你想这个国债市场多大啊？所以这是流动性高，风险低，又够大又够，然后呢你还有回报，那就是美国国债市场。那么中国去增持，其实中国每个月在这个美国国债市场上，它持有的国债1万多亿国债，它每个月都会增一点减一点，增一点减一点，都会发生这种事情，这很正常，非常正常。因为不同的期限，不同的产品，它会不断的调配啊，必须调配。那么以中国持有的1万亿的水平来说，多吗？对中国来说是很多，对于美国国债市场真心不大，虽然它排第2啊，真心不太大。也就是说，大家还记得吗？有个叫金灿荣的，他曾经给出主意说中美之间对抗，中美贸易战，我们手上有武器啊，第一个武器就稀土，第二个武器是什么？美国国债。他要是不听话，我就抛他美国国债。抛美国国债对美国有影响吗？有影响啊，会导致什么？会导致利息的上升，但是这个时间会非常的短，2下就抛完了，因为美国国债市场成交量非常大啊。那么中国最终会怎么样？最终还是会要持有美国国债，否则的话，他这个钱就没地儿跑，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大家要知道，中国去买美国的国债，把外汇储备去买美国的国债，基本上没有选择，跟全世界其他的中央银行做的事情也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解释美元的霸主地位不是美国决定的，美元霸主的地位是由市场决定的，因为你实在是没有地儿放，没地儿去啊，你的国债往哪去啊？你的外汇储备往哪去啊？就像日本一样，日本外汇储备也必须放到美国国债市场上去，因为没有地方去啊。这就是他霸主地位的原因就在这里啊，这个，那么好，我们讲大家理解
外汇储备对中国是非常的重要的。外汇储备实际上反映了什么？资金流动的结果啊，资金流动。但是这中间有没有操作空间？这中间有非常大的操作空间啊。第一个，公布的空间啊，它会怎么个公布不好说啊，因为所有的国家的外汇储备啊，它都是第一，它的构成是保密的啊，不会告诉你我的外汇储备怎么构成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它到底是多少？我也不大有信心他会说真的啊，这是所以它的构成是秘密，实际上它的公布也是个秘密，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你信他是不信他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我选择不信他，我不大相信他现在公布的数字啊。所以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局啊，什么局？我之前呢，我讲过，陆陆续续的讲过，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面对的问题就是有一系列的金融事件会在发生啊。现在最紧张的是中央银行行长是谁？全世界现在最紧张的中央银行行长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局长，这个总裁。为什么？因为香港那边现在正在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形势啊，非常严峻的形势。那么实际上最重要的、最激烈的我们叫博弈，就是金融市场最激烈的博弈，现在发生在哪里？现在发生在香港啊。像我告诉大家讲一个数据，大家就会知道啊。那么大家还记得吧？我们以前讲过一个新闻，叫对冲基金有个投资人叫凯尔巴斯啊，Kyle Bass 啊，Kyle Bass 他有一个基金叫海曼资本，他6月1号啊成立了一个200亿港元的基金，这200亿港元的基金用这个长期合约的方式和港元汇率对赌啊，杠杆是200倍，赌什么呢？赌18个月之内香港连续会啊 ，Kelbas 是长期狙击人民币和港元啊，如果港元贬值40%，它可以获得64倍的回报。如果18个月连续汇率安然无恙，200亿港元蒸发，它是个对赌合约啊，对赌合约。Kelbas 不是一个傻瓜啊，他曾经，他出名的是在这个次贷危机的时候出的名啊，然后他最近2年一直在做空港元或者是做空人民币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啊，最近人民币非常的抢眼，人民币跑上去，人民币在5月27号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从6.8跌下来，跌到了7.2，就是去年开始往下跌啊，跌到了7.2，从7.2开始，7.2是5月27号的水平啊，5月27号到5月28号，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5月28号人大闭幕啊，人大闭幕通过了港版国安法的决议，然后港版国安法就开始启动了啊，到最后7月1号实施啊，7月1号实施，中间1个多月的时间。那么5月28号人民币开始启动，开始走强啊，走到什么水平呢？走到今天呢破7，昨天破7，今天破7啊。应该是昨天破7啊，周四破7啊，离岸人民币是星期四是6.9873啊，4个月的高位离岸人民币啊。那么
我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讲？那为什么人民币会走强？以现有的人民币会走强跟什么有关系？跟港元有关系。为什么？我看跟港元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什么？港元面临的最严峻的形势就是大量的资金的流出啊，大量资金往外跑啊，跑了多少我不知道，金融管理局知道，但是他不公布啊，他不会公布。那么大量的资金往哪儿跑？新加坡跑，往新加坡跑，往美国跑，往欧洲跑，英国啊，这个都在往这些地方跑。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两个。第一个，港版国安法，港版国安法把香港人给吓着了，但是没有吓倒，香港人还在反抗。那么民主派的初选就反映了香港人的坚持反抗，但是香港人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港元取出来换成美元。那么有一些有钱人就是开始办离岸账号往海外跑，就是现在正在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港元联系汇率的基础是什么？港元联系汇率的基础就是两个，第一个，香港特区政府的无限责任，就是汇兑责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香港人的信心。港元其实它的那个城墙是非常厚的，怎么叫厚法？每发行1块钱港元，香港有3家发钞银行，一个叫汇丰，一个叫渣打，一个叫中银。在香港回归之前只有2家，就是汇丰跟渣打。香港回归之后，应该是回归前后增加了一个中国银行。所有的发钞银行，它发行1块钱港元，它就要交1块钱等值的美元给金融管理局。所以金融管理局就是它现在发行的所有的港元后面都有等值的美元在那等着，所以你想换就可以换。实际上现在的港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美元，因为它1比1的对等，大概是一个这个概念。所以它的城墙是非常的厚，但是它中间有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就是如果香港人失去信心的话，大家都把手上的港元换成美元的话，会不会崩溃？理论上不会崩溃，因为你发行1块钱就出现等值的等值的1块钱美元在那里。但是这边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市场上是不是只有发钞银行发出来的港元呢？不是的。为什么？因为你有金融衍生产品。当你金融衍生产品是扩大了你的整个货币规模，你的货币规模实际上比你发钞银行发出来的这个钞票要多得多得多，有好多倍，多少倍我不知道啊，可能有倍啊。也就是说，大家都拿着手上的，比如说我握的资产，我把它变现，比如说我握的房产，我把房产卖掉换成美元，我把我手上的这个金融资产卖掉换成港元，那你港元就一定是崩溃掉了。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况正在发生，就是由于香港人对港元的前景或者对香港经济的前景悲观，他开始有资产变现，又开始什么？开始兑换美元，这件事情正在发生。金融管理局现在正在打一场仗，打一场什么仗？港元保卫战，现在正在发生。现在正在发生，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港元和人民币是什么关系。这就是到了关键时候啊，这就是关键。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当香港回归之后，港元虽然和人民币没有关联，但是在市场上所有的人都认为港元和人民币互为表里，这就让它关联起来了啊。
当它互为表里，当市场上认为人民币跟港元互为表里的时候，尽管他们在结构上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人民币跟港元实际上是捆绑在一起，因为特区政府现在听命于北京，所以他们就被捆绑在一起。当它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港元现在遇到的现在的这种市场的这种力量会传导到哪里？会传导到人民币。好，我现在再讲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点大哈。今天这个大家一定要保持注意力，脱掉中间一个环节就接不上了啊。人民币为什么会走强啊？人民币走强，第一个目的就是为港元提供支撑啊。如果人民币要是垮，港元会一起垮。为什么？因为它被市场捆绑在一起。如果人民币垮掉的话，它也会垮。那么反过来，港元垮了，人民币会不会垮？人民币不一定会垮。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的规模跟香港没办法比，香港没办法跟中国经济的规模比啊，所以港元垮了，人民币不一定会垮。但是人民币要是垮了，港元就不一定守得住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么人民币为什么会走强呢？你看港版国安法一通过，人民币就开始点火升温，一直涨到现在是破了7啊，破了7。它实际上是什么？人民银行通过这个动作去干什么？去支持港元，这是有个心理因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目的是什么？第二个目的就是通过人民币往上涨做规避动作，就是防止大家港元没动，我先把人民币给崩了，防止就是把人民币往上拉，把人民币往上拉，就一方面从心理上支持港元，另外一方面也做一个就叫什么？这个叫防守动作，这是一个防守动作。然后这个人民银行要是跑到香港去再去发央票，又有一点太招眼，那怎么办？让这个财政部去发吧，财政部最新跑到香港去发这个国债啊，发人民币国债，他不发外币的国债，他发人民币的国债，发了多少？发了应该是150亿吧，印象中150亿。财政部跑到香港去发人民币国债，目的是什么？减少市场人民币的数量，因为香港有人民币最大的离岸市场，如果有人要狙击人民币的话，那么他就要去借人民币，那么财政部跑到香港去发行人民币国债，就可以干什么呢？就可以减少市场上人民币的数量，减少人民币的数量就增加狙击成本。大家要知道，他们做这些动作背后都有一系列的关联的。那问题来了，人民银行为什么能够就跑到人民币市场上去人民币拉起来呢？这跟我们之前讲过什么有关系？这跟人民币的汇率工程有关系啊，我们叫汇率操控工程啊。人民银行从2018年开始布局啊，2019年开始实施，那么今年就看到结果，看到什么结果？就是控制人民币，让人民币变得强势。那它的人民币汇率控制工程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控制受贿，控制商业银行对外受贿啊，就是出售外汇的数量，或者是外汇现钞的数量。所以现在中国人跑到银行去换，虽然现在理论上每个中国人每年应该是2万是5万的啊，有个额度啊，但是实际上没有人换到那么多钱啊。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指令就是不给换，我就换2万美金，今天先换1000，明天再说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他通
这种包括什么呢？包括出去旅游，包括留学等等各种限制啊，种种限制，从各个领域限制干什么？限制使用外汇。当在国内市场限制使用外汇的结果是什么？大家记住，我们之前讲中国是结售汇制啊。那么这些需求，就是当大家购买外汇的数量开始减少的时候，在外汇市场，买方卖方就是外汇的买方卖方，买方的力量明显的减少，买方的力量减少意味着什么？卖方的力量就加强，卖方力量加强意味着什么？人民币汇率就是走强。人民银行是通过这个整个的操控系统来控制，它没有通过市场上抛售外汇的方式去支持人民币汇率。那么它通过这种方式控制人民币汇率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人民币就开始逐步的走强，一直在走强啊，走强。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把人民币的汇率稳定在7附近的水平。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就是我一直在讲，在美国，中国在美国唯一的盟友是谁？华尔街啊。从2018年开始，华尔街跟中国开始进行战略合作啊，战略合作。华尔街帮助中国打通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华尔街的通道啊，帮助他打通这个通道啊。做这件事情的是谁？2个机构，一个是彭博社，一个是摩根斯丹利啊。他们有2个指数，这个指数它把一个是股票指数，一个是债券指数，它把这个中国的债券市场和中国的股票市场放到它的指数里面去。这2个指数都有数十万亿的美元的基金规模在跟随这个指数。那么他把这一放进去之后呢，这些只追踪这个指数的这些基金呢，就自然就跑到中国市场上去买中国的股票或者中国的国债，通常不会买企业债，只买国债。那么买了多少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字啊，5400亿。到今年6月底，这个华尔街帮助中国拉了多少资金来？拉了7400亿7400亿美元，我讲的是美元啊。这些钱跑到中国来，前提只有一个，人民币不能跌。人民币要是跌了的话，这些钱就鸡飞狗走就跑了，那中国就麻烦大了。他这笔钱跑进来，有力的支持了人民币的汇率。人民币汇率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民币汇率最大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因为经济的疲弱经济的疲弱最终会引导汇率下降。但是真正对汇率影响最有杀伤力的是什么？就资金流出中国的资金流出非常的严重，但是中国不会讲，不告诉你。但是我们这里还是有个数字能够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6月份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字是什么？6月份银行结售汇1526亿美元，结汇1518，结售汇顺差9亿美元那么当然这个数字我认为是有点不大反映真实情况，但是不管怎么样，结售汇顺差9亿美元说明什么？有9亿美元跑出去了9亿元，但是我觉得规模比这大得多为什么顺差？就是你想一下嘛，
他把钱卖给你，当他有顺差的时候，钱就走了，就这个意思啊。它实际上很多数据里面，它能够反映这件事情，但是它可能把这数据修得很小，就这个意思。那么中国跟华尔街，华尔街有什么需要？华尔街的需要是挣钱。那么中国的需要是什么？中国没有办法。中国现在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呢？中国遇到的情况就是它的出口在下降啊，它出口的竞争力在下降。出口竞争力下降意味着什么？但是它进口的需求并没有减少太多。它如果长期出现往这，那么人民币汇率就你原来呢，中国有巨大的顺差，就是货物贸易这一块。那么其他领域虽然有逆差，但是它整体来说还是顺差，就国际收支还是顺差，它比较人民币受到支撑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虽然账面上的数字还是一个顺差，就是总体来说，可是底下悄悄跑的钱，就是我们讲地下钱庄跑出去钱，仍然是非常的巨大。那么非常巨大的最后的结果就反映在这个银行的自身的接受会上。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他必须找一堆的钱来填这个空。如果填不住这个空的话呢，那人民币汇率就守不住了。那这个填的空是哪里来填？就这7000多亿，就是这么跑的来填这个空。那么人民银行在2019年啊，就是不断的开放资本市场，减少各种进入资本市场的各种障碍。基本上华尔街说你这个要这样，好行，我这个就这样，你这个要这样，好行，我就这样，就基本上就打通了，就是通向中国市场资本市场的各个环节全部打通。那么资本市场国外资本市场的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到中国的资本市场上来。好，我们现在最终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到底想讲什么？我们讲两件事，大家要通过这外汇储备看到中国现在面临的几个重大的危机。第一个危机就是港元危机，港元危机最后会影响什么？会影响人民币，会冲击人民币，冲击人民币。人民银行现在在干什么？人民银行现在干的所有的动作都是在准备，就是在堆沙包，其实就是堆沙包。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讲的。第二个，中国现在建立的这个模式，第一，代价非常大；第二，风险也很高；第三，它真的选项不多，就是把人民币稳定在一个这个水平啊，让海外的资金进去撑住它，然后呢，这一头呢，控制住这个国内使用外汇的数量，来稳住外汇的需求，减少外汇的需求，还是为了稳住人民币汇率。然后这一头呢，外汇储备大家看住了，不敢动。那么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实际上要守两头，这头要守人民币，这头要守港元。吃力吧？非常吃力。为什么？还可以讲几个数啊。第一个数，中国的外债大概就是2万亿啊。中国还有一个通常外汇储备要准备3个月的这个进口额，一个月的进口额大概是1500亿，将近5000亿的数，你得放在那儿不能动。那你想一下，2万亿加上个5000亿就是25000亿，剩下5000亿比较灵活的。可是大家别忘了，中国还有多少外商投资？我原来以为中国的外商投资不多哦，原来中国有13000亿的外商投资，13000亿美元。这是外商投资要走的话，你要把钱还给他，对。所以这里面实际上中国的外汇储备够吗？
不是很够，应该是很紧张才是。所以现在中国面对的情况就是所有的问题，大家感觉是什么？7个茶杯，3个盖子，这个盖子换来换去，换来哪里出了情况就去换，到处都在要钱。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中国发生的情况就是看不到美元的原因，不是它没有美元，是不给你美元啊，大概就是这样啊，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就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题目，我今天挑战一下，看能不能讲清楚啊，看能不能讲清楚。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现在发生最激烈的叫金融战的地方就在香港，但是人民银行就在人民币的门口开始堆沙包，准备打仗。然后现在人民银行过去1-2年开始准备搭起来一个这样的局啊，这个局呢正在发生，正在维持中国现有的金融市场的架构，但是成本非常的大，它维持高利率，它要削减这个中国人使用外汇的数量，这2件事情都是非常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为什么？第一个，它会掏空中国经济，因为你减少外汇使用数量，就是削减什么？削减消费，削减中国的大家可以看到，第2季度消费跌得很大，原因有很多，当然核心的原因是失业率高，但最重要的是各个因素加在一起就是结果。所以我们讲现在这个局搭在这里，这个局其实很危险啊，风险非常的大，好吗？好，我们今天讲冒了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情况，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啊。我希望大家有所收获，好吧？好，我们现在就进入互动啊，有什么问题大家在互动里面提，好吗？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今天再报告我们昨天的视频又被冻结流量啊，那我们也连续3个视频被这 YouTube 平台冻结流量啊。那么我今天会把这个情况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向大家报告啊，给大家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请大家支持我们，尽量点赞，好吗？另外就是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 ？OK， 我们进入互动啊，希望大家今天有所收获啊。明谢归人111打卡英国，谢谢 John Snow， 谢谢 Happy 打卡英国，每天听王老师的分析，收益颇多，请王老师吃 burger and lobster 好吧的龙虾，谢谢孙元川，谢谢提问打卡澳洲墨尔本，请问王老师，中共为啥不肯让人民币在国际市场自由流通？中国很想让人民币自由流通啊，那么特别是在周小川时代，一个人民币自由流通意味着什么？人民币自由流通意味着我们叫资本项目的开放啊，人民币资本项目一开放呢，就人民币就自由流通了啊。那么现在人民币为什么不能自由叫什么？叫自由流通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中国还是一个我们叫转型中的国家，它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它有面临巨大的风险，各种风险都有啊。它在做转型，你看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所谓的风险已经在中国发生了啊，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实
经济转型，它转的一半它不转了，它往回走了。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原先讲的我们说的风险现在已经发生了。那么它由于它这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它没转完，它还没有转完的时候，它人民币没有办法自由流通。如果它自由，现在如果说人民币我们现在自由的兑换外汇吧，结果是什么？结果大家都把人民币换成外汇，人民币汇率就崩溃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情况下人民币会自由流通啊？人民币自由流通要有2个条件。第一个，经济非常畅旺的时候，那么经济畅旺，你当然自然人民币汇率就会比较强势。那么人民币强势的时候，大家不一定会把人民币换成外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整个的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就是你不能够这边又搞社会主义，这边又搞市场经济，然后你这边又是国企又是这个的，你什么都是政府在管控，那你就没有市场化，没有市场化，你就不可能进行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或者自由流通这个动作。所以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什么？第一，经济在持续回落啊，经济形势非常的差。那么经济形势非常差，人民币什么弱势，那它能不能国际化，能不能自由流通？当然不行。第二，人民币的中国的经济改革走的现在开始往回走了，这2个条件都不具备，所以自由流通的时间表看不到。984 degree 谢谢 Good evening Welcome to India 啊，谢谢 Sophie 萌谢谢姥姥王谢谢，代表老友记 Vicky 曹向翻墙的朋友们致敬，水灾区的疫情严重区的朋友们，我们关心您啊。提问很好奇，王先生说过中国的外汇储备是由人民银行控制兑换的，但是当没有办法兑换的时候，中国会否出现国家债务违约？这样的违约会怎样影响中国经济？中国的债务违约是否会影响中国政治安全，也就是中共的政治安全？啊，这是2个问题啊。我再讲一遍啊。外汇储备是什么？外汇储备呢是人民银行用外汇储备去兑现它最后的兑换责任，就是你一个外商跑到中国去投资啊，你把钱换成了人民币，政府对这个外商就有个汇兑责任。什么汇兑责任是什么呢？就是他撤资，他拿着这个钱要换成美元的时候，政府必须换给他啊，这就叫汇兑责任。那么当商业银行没有钱换的时候，那怎么办？那就政府拿外汇储备来换。其实最终商业银行换的钱都是从外汇储备里面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外汇储备就是人民银行在市场上收购多余的外汇攒下来的。所以商业银行他的钱不够了，他就跑到市场上去买外汇。跑到市场上买外汇，谁卖给他？人民银行卖给他。人民银行卖给他，用什么卖？用外汇储备卖给他，他就去兑换了。实际上中间当然隔着一个商业银行，就这个意思。所以外汇储备最终是人民银行用来承担它的最终汇兑责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债务违约，债务违约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我借了你的钱，我还要还给你钱。那么中国有没有外债？中国有外债啊，中国有多少外债？19000多亿，不到2万亿。那么这个外债有一部分是政府借的，有一部分是企业借的啊。那么企业借的，不管企业跑到海外去借外债，必须申请，找外管局申请，外管局签字同意，你才能去借。好，也就是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外债人民银行也是有汇兑责任，因为他签了这个字，他批准了。
如果他不批准的话，他没有这个责任；他批准了，他就有这个责任。他为什么要批准？他不让所有的企业跑到国外去，他必须控制住。当他一控制的时候，他又会有责任。所以实际上，你把外债减掉这个外汇储备，原因就在这里啊。但这个债务违约有没有发生？经常发生，在中国的债券市场，一个月都要发生好几单债务违约。那么经济下行，经济现在这个情况，债务违约是非常严重的啊，非常严。它会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当然在影响中国经济，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那么实体经济很差，资金没地儿去哪里？就跑到债券市场去了。所以中国的债券市场很红火，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提问，请问王先生，如果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存在国内银行的美元外汇会被强制结汇吗？通常大家都会问我强制结汇这件事情。强制结汇，我们讲结售汇制度是什么意思？是从国外跑到中国去，你是作为一个商业行为的时候，是有结售汇这个制度的。你自己在国内存钱存在银行，存美元存在银行是没有这样的制度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民银行跟美元不挂钩，没有挂钩。人民币汇率是一揽子货币，当然我怀疑这个一揽子货币可能有80%是美元，但是它仍然不算和美元挂钩，好吗？提问，老师，虽然我知道外汇储备数字很难造假，是因为两边做生意，但是我学鲁迅，用恶意揣测一下，人民银行有没有可能造假？有可能，有可能造假，有可能造假。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看到啊，因为没有人看到，因为现在的中国经济形势很恶劣啊，很恶劣。那么你要维持一个这么大的局面，那么很多地方都会出现一些状况。中国在金融领域其实是有问题的啊，有很多基础性的问题啊。这些基础性的问题本来应该在过去10年、20年的改革不断的在改，因为它中国的整个的金融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临时的制度上的。你比如说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其实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现有的机制啊。但是你把它变成恒常化，它实际上对整个经济影响是非常大的啊。用这种结售汇制度对经济影响非常大，你每一个环节出了状况的话，你最终反映到结果上来就会被放大的很大，后果很严重。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中国不仅仅不继续往前改，它往回跑。那往回跑，你经济下行，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跑出来，你应付得了吗？可能就应付不了。应付不了的办法是什么？造假呗。就可能你到关键的时候打开账本一看，1分钱都没有，就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那个中国的粮仓，就是中央中储粮的粮仓，就是里面不断的有人把这个好的粮食搬走，然后换点，今天换一点坏的就是假粮食，就是废的粮食，明天又有人换一点走，最后来检查的时候搞不定了，交不了差了，怎么办？一把火烧了。所以你看中储粮仓经常着火，粮仓的设计本来就是防火的，你说粮仓那么容易着火吗？一查账就着火，原因就是这个道理，就把这个账全部烧掉。中国可能最后面对的问题就是，当他真的要去问他要钱，拿钱来，我这个外汇储备，你这3万亿外汇储备，我现在急用5000亿，他说对不起，我这里账上只有300亿了，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就是我说的中储粮的那个粮仓，今天有人进来，不行，我这搞不定了，我得拿点粮食走，明天又搞不定了，没有人往里面存，都是往外拿的，然后呢就堆上一批糠啊什么的，抹平，然后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会不会可能发生？
非常可能发生啊，非常可能。所以中国的危局，大家要知道，金融是什么？金融是所有经济的最终结果，就是金融啊，金融是最终的经济的最终的结果。当你经济有危机的时候，在金融上会被放大若干倍这些危机。因为你要知道，虽然中国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中国对外投资大家有多少吗？我讲个数字给你听一下，你都会吓死。哎呀，我看啥看？我看迷糊了。中国对外投资大概有2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有2万，其中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多少？一路投资占3000亿美元，就是这个概念啊，这个概念。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么大的大有大的难处，看过《红楼梦》都知道哈，大有大的难处，就是很多地方它都要救火啊。这个地方来了，我救火。当你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当你出现的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的时候，中国天天在讲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这就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啊。这个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会发生。你看美国次贷危机怎么会发生？其实都是一些小问题，全局性发生，金融危机就发生，就是这样，好吧？观点，美联储可以定期公开中国实际持有的美元储备，看看外汇管理局还能不能玩下去。不是美元储备，不是美联储，是美国财政部每个月都会公布谁持有美国的国债啊，清清楚楚，中国多少，日本多少啊，排下来啊。不是跟美联储没关系啊。提问，请问王先生，2万亿的外债什么时候到期要还？减去这2万亿，中国就没什么底气了。2万亿的外债，它通常有短期外债，有长期外债啊，它周期都不一样的啊。每个月的还债的高峰，通常是一个是7月份，一个是11月份，通常高峰期是这2个月啊。提问，王 Sir， 流入中国的外汇会不会借的短期外债用来维持汇率的稳定？流入中国的外汇通常有2种，一种是跑到资本市场去买中国外债或者买中国的股票，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投入中国的实业啊，中国的实业。那么进入中国市场的资金有多少？我回来看一眼啊，我今天找了这个数据的啊，找了这个数据，我一定要告诉大家。好，几个数据大家要知道。第一个，境外的投资者持有中国的国债和股票的总值是7400亿美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到201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多少？2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其中“一带一路”有1万家企业，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成立了1万家企业，直接投资的存量大概是3000亿美元啊，3000亿美元。然后是还有一个，好，外商跑到中国去开公司，就是投资企业，总量有多少？29000亿美元啊，非常大，这是个非常大的规模。所以29000亿美元是什么意思？就是人民银行这29000，当然不可能同时跑掉啊。这29000亿美元的这个投资，它要流出中国市场的话，人民银行有汇兑责任，就是这个，我讲的就是这个，好吗？好，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到哪儿了？看一下。
情况以下是今天大陆官宣提示摘抄。关于天问1号探测任务低调把握，以科普为主。股市不做延伸解读，中性柔和报道。股市最近在跌了嘛，是吧？关于进口转基因农产品不做政治化解读。关于新冠疫苗3期临床试验一律不报。关于退休人员待遇政策和有关情况都不报道。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我跟大家反过来把这件事情说一下啊。天问1号那就肯定不是科普为主了，肯定是有别的目的了啊。它的任务肯定有别的目的，什么目的不知道啊。第二，股市不做延伸解读，那股市就是割韭菜嘛，割完了现在要柔性报道。转基因农产品讲的是什么？转基因农产品肯定是美国农产品嘛。美国农产品有没有转基因？美国农产品有很多转基因然后这个疫苗3期临床一律不报，那肯定是心里没底了不敢提高大家的期望值。然后离退休待遇政策，现在离退休待遇政策正在改。什么叫正在改？很多离退休，很多地方爆出来离退休的工资在减离退休工资就不报道。观点，王老师还忘了，还有好多中国到国外的移民，按道理来说，他们在国内的资产也相当于外国资产，移民数量达1000万，就算平均每人在国内有50万的资产，也有7000亿美元了。非常对，谢谢你。中国的法律规定，如果你移民国外，你所有的资产，在你名下的资产可以合法的换成外汇汇走这是一个但是只有一次机会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如果你获得了这个永久居留权，然后去拿着永久居留权，拿着原来的身份去申请，就可以把你的在国内名下的所有的资产换成外汇汇走。这个是说的非常对，但有没有7000亿这么多呢？我就不好说，不确定这个数量，不好说。观点，补充一个人民币汇率控制系统的手法。前段时间国内出现一个广泛宣传的事件，从厄瓜多尔进口的白虾检测到包装上有这个新冠病毒，已经过去了至少2周，没有任何后续进展。我查了一下厄瓜多尔的进出口数据，19年从厄瓜多尔进口的海鲜产品以美元计价有20亿美元。联想到几个月前三文鱼事件也出现包装上检测到新冠病毒，然后不了了之。到现在武汉超市很难买到三文鱼，虽然查不到三文鱼的明细数据，但至少也应该是以亿级别。大陆官媒宣传提示摘抄，关于没有了这就是控制大家不吃进口货，是这个意思吗？我理解是这样观点，我是从2015年底开始逐步把资产全部换成美元资产，同时也劝说周围好友进行类似的动作。关于 Kyle Bass 我也一直关注，2019年初他发过一个关于香港连续汇率缺陷和脆弱性的报告。我一直认为港元联系美元的机制将先于人民币崩溃。现在港元在经济、金融、政治2个层面受压，最致命的当然是港人、国际机构、国际市场对香港信心的丧失。非常正确非常正确。观点，留意金管局7月份 M3 即存款数目有没有减少，便知道港元流失多少。M3 不一定能够完全反映这个数字。为什么？ M3 的包含的科目太多那么它的增减就不一定反映的是现金情况换汇容易，但取现金和汇美金难，只有留学才能把钱汇出来。
按理说每人每年是5万美金啊，但实际汇不出来那么多，不让汇。如果在美国卖房、投资啥的理由都不能汇出钱，目前只有留学名义可以汇。提问：如果美元和人民币脱钩，中国会不会连同伊朗、巴基斯坦、朝鲜、古巴形成一个小经济圈？这个经济圈人民币作为通用货币。伊朗、巴基斯坦、朝鲜、古巴这几个国家加在一起，可能他们整个的 GDP 还不够广东一个省的 GDP。广东可能连广东不能比，可能江苏吧，可能连江苏都不如。那么把他们拢在一起，用人民币有什么用呢？没有用的啊，解决不了解决不了。第一，美元和人民币没有挂钩，所以不存在脱钩啊。第二，人民币把这件事情做起来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你市场经济的国家，你不可能生产所有的东西，你要进口，你也才会出口，那么你才能够整个经济运行起来。那如果人民银行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入不敷出，是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大了啊，所以你搞这个是没有用啊。这几个才多大的经济规模，没有用啊。情况，今天断交部新的发言人上任，不知道是什么品性，希望不会是赵立坚 2.0， 免得我们遭到我们的群嘲。我就觉得赵立坚怎么着都得留着啊，为什么？赵立坚正好反映中共的形象啊，中共形象就是这样，讨人嫌啊，得留着啊，我是这么觉得啊。情况，已经有87家日本企业向政府提出撤离中国的补助申请。OK， 情况，我所在的第4级事业单位开始收缴护照，包括辖下所有的区县。情况，前几天去13行批发市场，根本没啥客商拿货，现在档口关了很多，小妹们一件也给拿货。疫情前客人人挤人，一个1平米的档口，月租金10几万，说明现在各地根本没有生意。是的，批发市场没生意，说明什么？说明零售市场没生意啊。情况，微信上就说了一句现在流行退档，就被限制登录了。情况，天眼查数据显示，刘强东卸任京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徐雷接任执行董事、经理和法定代表人。徐雷，祖父徐向前，红二代接管。刘强东有什么捏在手里了吗？观点，中国外汇储备造假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数据是互相可查的，但别的数据造假根本不需否定。外汇造假，对冲基金一打就穿帮，他们在外汇上还真不敢这么玩。举例，当年亚洲金融危机，香港的港元狙击战以后，中国经济必定逐渐萎缩，墙外的经济一定会恢复。因此，如果你有了美元，我没有讲过啊，中国现有的外汇储备是在造假，没有，我没讲过这个话啊。但是我是觉得，中国的外汇储备会不会出现中储粮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有可能的，因为窟窿太多啊，去填窟窿的最终还是外汇储备，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啊。但是我并不是质疑现在外汇储备是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这个数据是相互可查，上哪查去？外汇储备你上哪查去？没得查，所以我这个是不对的啊。外汇储备完全不可查，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构成，你不知道它的构成，你怎么去查？没得查，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外汇储备这个数字完全有条件造假，他想讲多少就是多少，当然他不会乱讲，他得把这故事边缘，这个没话讲啊。所以外汇储备造假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不是你说的互相可查啊。说这个这什么叫什么对冲基金一打就穿，怎么打穿？3万亿外汇储备，谁敢去打穿？打不穿的好吗？提问王先生什么时候能讲一期中国的高等教育？作为一名准研究生，非常想听王先生对中大陆高校的看法，以及作为学生甚至是老师在其中的生存之道。我的天，这个问题太难答了吧？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是非常让人痛心的一件事情。中国的高等教育，或者说我们可以讲，中国的教育，别说高等教育，从幼儿教育，中共就开始洗脑。大家记住，从幼儿教育已经开始洗脑，高等教育也不能例外。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受伤害的一件事情啊。我想一下好吗？最后几个我尽快的说完。上期节目王先生说抖音收集信息的问题我没赶上直播。向您汇报一件事，18年我一个朋友搞了一个移动硬盘大小的东西，通过它可以收集方圆1公里以内所有人手机号码，并给出号码所有人的年龄、收入、工作、性别、房产状况、家庭情况，甚至可以分析女性是否备孕。不过这个东西在2019年315的时候被曝光，现在通过一些不公开的渠道还是可以买到。朋友说这些信息都是通过个人的上网痕迹获取的，那么小小的一个东西，功能那么强大，老大哥那里肯定有比这更强大的东西。所以以后我不再觉得自己有隐私，现在听人说自己注重隐私，我都觉得很悲哀，为自己。如果你真的觉得你重视隐私，我觉得你就是比较成熟啊，你已经比较成熟，就是你比较自重。重视隐私的人都是比较自重的人啊，说我没有秘密，所以我无所谓啊，那就是破罐子破摔啊。人还是不要破罐子破摔，还是要重视自己隐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重视隐私很简单，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有意识，就是你在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你都想一想会不会伤害到你的隐私就可以了啊。王老师澄清一些事实：一，当前人民币表现并不突出，突出的是美元大幅下跌；二，卡尔巴斯是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常败将；三，短期人民币汇率不必悲观，对远期人民币汇率极其悲观；四，短期因素由于人员隔离，原来的每个月220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逆差下跌了 50%。由于原油价格的下跌，货物贸易顺差呈现衰退式扩大。我同意你的观点。王老师说允许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还是坚持美国武力热战的观点。老师曾经说过，苏联解体等于经济崩溃。上周会员节目也说，中国经济没有崩溃的迹象。而且共产党会因为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强，既然内部无法发作，只能靠外力干预。中国200万军队和14亿人不讲，真的打起仗来，有多少人会拥护？肿瘤前期不痛不痒，后期发现就是晚期。共产党这个肿瘤只能手术切割解决，虽然会破坏健康的皮肤和肌肉，但这些损伤是必要的。我们在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陈述啊。你把我不同语境的陈述放在一起来说不公平，好吗？当然你的观点我们听到了 ，OK， 好吧，明谢南丰源 Hiroko 打卡雨夜中的横滨，请王先生喝热蜂蜜茶治咳嗽，希望你保重健康啊，谢谢姥姥王，谢谢王先生，非常喜欢你讲货币、金融、财经的题目，今天收获丰富。每次都要重新再听一遍，以求融会贯通。谢谢啊 ，Jeff In， 谢谢打卡东京，王先生对货币金融分析非常到位，多保重身体。好，谢谢大家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